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。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上一支影片，小编我为大家讲解了之前当红热门手套股的龙头大哥 Top Glove， 看看他们最新出炉的业绩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跌幅，是不是这一切真的已经玩完了？那今天小编我将会来为大家讲解，在星期五9月24号 Limit Up 的一家 ATE 公司，看看他们背后的玄机，为什么业绩公布之后就马上迎来暴涨。那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。那相信如果星期五有关注股市的朋友们，都应该有注意到这一家公司在开盘时就马上 Limit Up 完全没有给股民买入的机会。而这一家公司也在他们 Limit Up 的前一天公布了他们的季度报告。那这一家 Limit Up 的公司就是 Vis Dynamics Berhad， 他们主要的业务是从事 ATE， 就像之前小编介绍过的 MMSV 一样。那跟 Vis Dynamics 很相似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股价和收入都有在近期上涨。那对 MMSV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了解哦。而今天我们就将会来主要探讨 Vis Dynamics。但是开始前，小编也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，那就是扭转乾坤目前正在寻找同样对股市有热衷的你。目前我们正在寻找全职研究助理 Full-time Research Assistant， 岗位内容是与我们一起研究公司财报，探讨社会新闻，观察市场动向，研究金融消息和内容创作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正在寻找实习生 Internship， 岗位内容是协助我们一起完成内容创作，担任应援部门，并完成其他日常工作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私信你们的履历到 general@superbull.co 哦，我们期待你们的每一份履历哦。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期待你们一起加入扭转乾坤的大家庭。回到正题，那虽然 Vis Dynamics 与 MMSV 一样都是从事 ATE 业务，但是 Vis Dynamics 这一项业务也算是比较罕见。那这里先为一些不明白的朋友们做一个小科普，到底什么是 ATE？ATE 的全名是 Automated Test Equipment， 自动测试设备，也就是为半导体测试包装公司生产提供测试机器的业务。而今天我们要说的 Vis Dynamics 所生产的机器，就是用来测试芯片和包装芯片成为卷轴的系统。那听到这里，大家肯定是一头雾水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 Vis 所生产的机器就是将把制造好的芯片从托盘中拿起来，然后放入卷轴之中，以方便运输或者加工。更简单的来说，其实就像一个搬砖工人，但是用在非常小的芯片上，所以必须达到很精准的位置。而且这一个系统是全自动化的系统，所以说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哦。那么简单的了解了他们的产品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公司结构。那其实 Vis Dynamics 的公司结构还算是比较简单的，也就只有一家全资子公司 Vis Dynamics Research Sdn Bhd， 而其中的业务就由后端半导体设备的设计、研发和组装，以及生产非半导体器件的转移和测试机械。而主要的产品就是刚刚提到的托盘磁带系统 Tray Tape System、 重力旋转电子测试 Rotary Gravity Feed Electrical Test、 OEM Vision Inspection System。 那了解了他们的业务之后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亮眼成绩。首先，他们的收入比起上个季度的 9.8 个 million 是增长到了 15.5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上升了 5.7 个 million， 大约 58%。 而盈利方面更是从上个季度的 1.1 个 million 上涨到了4个 million， 也就是大约上涨了 3.6 倍之多。至于盈利率方面，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11.4 个%上涨到了 25.6%， 而这也就带动了第二天的股价表现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分析他们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。那根据他们的财报，这一次的收入大涨主要来自他们的机械销售有所成长。而小编也发现，对比前2个季度，就算收入并没有这一个季度高，但是 Vis Dynamics 的 Cost of Sales 销售成本都将会维持在4个 million 左右，所以这一次的收入大涨，成本保持，就直接导致了盈利率大涨。那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如今的扩张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如今的 PPE 营运资产是高达 12.6 个 million， 比起去年的 6.5 个 million 翻了接近1倍。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今年他们买入了价值 5.8 个 million 的土地。那根据管理层，这几片土地预计将在1到2年完工，而且即将耗资10个 million 的建筑费用。那一旦这些土地的建筑完工，他们将把它使用为新的厂房和新的办公室，而且预计一旦新的工厂完成建设，这将会把如今的产能再提升1倍之多。由此可见， Vis Dynamics 如今真的在扩张的势头上。那看完了他们的扩张，我们就来算一算他们的现金流。
其实 Vis Dynamics 的现金流也算是不错的，与许多科技公司一样，都是净现金公司。他们的现金储备有 6.6 个 million， 银行的定期存款也有 3.6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大约一共 10.2 个 million 的现金。至于债务方面，他们的短期债务就有 1.66 个 million， 而长期债务则只有 0.3 个 million， 这也就让 Vis Dynamics 有着 8.24 个 million 的净现金。此外，他们截至这个季度的营运现金流也处于 11.9 个 million， 并且在盈利暴涨的情况下 Trade Receivables 应收账款还下降了，所以 Vis Dynamics 的财务报表也算是健康。那之后我们也必须看他们的主要收入都来自哪一些地区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占据他们最大收入的地区就是北亚，也就是中国地区，一共占了 88.5% 的收入，而排在其次的就是东南亚，一共占了收入的 7.8%， 之后就有马来西亚 3.5% 和美国占了 0.2%。 那相信之前有看过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肯定听过小编我说了，中国其实如今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，而且未来还将会有成长的空间，而 Vis Dynamics 也恰好有很多的中国客户，这也将会让他们在未来拥有更多的成长空间。此外，未来许多有前景的行业，比如说电动汽车、5G、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也将会带动 Vis Dynamics 的成长。然后小编也发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他们也非常的注重于 R&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与研发，因为他们的 R&D expenses 研究费用就占了他们全年总收入的 9.3 个%，所以他们的减少而已4.5% 和 QES 0.13%。 Vis Dynamics 还是属于投入比较高研发成本的公司。那在分享小编的看法之前，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，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投资户口并享有 0.05%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，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，并且声明此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，少走冤枉路，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。那么说到这一家公司那么好，到底有什么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呢？首先，第一点小编要指出的就是他们的收入其实并不稳定。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的第4个季度业绩公布了 3.9 个 million 的盈利，股价就一直上涨，但是在接下来的2个季度中，盈利都处于下滑的状态。而且看回他们这几个季度的财报，管理层也就表示说，因为机械销量减少，所以收入减少而已。所以如今股价暴涨，大家就要考虑到他们接下来的几个季度能否保持良好的收入和盈利，还是只是像2020年第4个季度那样昙花一现而已。所以保守的投资者也能暂时保持观望态度。那么荧幕前的你们觉得未来这一家公司的前景如何呢？星期一还会继续 limit up 吗？觉得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，觉得不会的打上2，并分享您的高见哦。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，有些故事用于赞颂，有些用于警戒，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，请大家三思而后行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，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